All our times have gone here, but now they're gone. Seasons don't fear the reaper, nor do the wind or the sun or the rain. We can be like they are. Come on, baby, don't fear the reaper. Baby, take my hand, don't fear the reaper. We'll be able to fly, don't fear the reaper. Baby, I'm your man. 我叫林源，是一名军事工程师。1个多月前，一场病毒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整个城市的医院突然爆满，这些患者最先的症状是头晕、呕吐，然后是高烧不断。但在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死去，然后复活，变成一群嗜血的怪物，对人类发起攻击。被袭击的人类也将在不久后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面对此情况，军方开始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但病毒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毒甚至渗透进了军方内部，造成了大量士兵感染，致使军方伪装力量的溃败，整座城市逐渐沦陷，军方高层不得已展开轰炸计划。病毒还污染了水源，任何饮用生水的人类和野生动物都难逃变异的命运。所幸我在军队工作，从军用电台得知了这一情报，并在第一时间逃离，来到了这座废弃钢铁厂，并占领了这里。但好景不长，以撒国国防军残部在不久之后也驻扎在了这里，我只好躲在这个房间进行观察。经过了这么多天，我的物资已经所剩不足了，或许我是时候得和他们打交道了。这些东西应该足够了，剩下的就等见到他们再说吧。还好之前把下水道的丧尸给清理了，不然现在带着这么多东西可真不方便。要不是上一层的门口不知道被谁给堵住了，打死我也不会走这条肮脏的下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下水道应该和上面的钢铁厂大厅相连，就是不知道出口在哪。梯子，太好了，这应该就是通往上层钢铁厂的道路了。这里貌似是钢铁厂的负一层，而通往我藏身处的通道就是被这些东西给挡住了，估计是军方的人干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丧尸，回头得找工具把这些木板给劈烂才行。哎，又得继续找出口。这里是帕特旧钢铁厂，我们是以撒国防军，我们医疗物资缺乏，请求支援，收到请回答。什么声音？这是从上面传下来的，医疗物资缺乏。完蛋，我还想和他们交换一些医疗物资的。这里的尽头居然有一个房间，从这里应该能通到上面吧。卧槽，吓我一跳！这里怎么会有一只丧尸？看样子似乎刚刚变异没多久，还穿着国防军的衣服，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好东西。特么的，这家伙的枪哪去了？全身上下就一个军用绷带。这里居然有一具尸体，没发生变异吗？这家伙原来叫罗恩，是这个下水道系统的维修工。
只可惜不知道怎么回事死掉了。不过看样式他应该是上面的人，如果我暂时冒充他的身份，应该能有很大概率免去上面那群人的怀疑。终于出来了，下水道里的味道真的重。站住！什么人？把手举起来！站！什么人？把手举起来！罗安，大哥自己人，别开火。罗恩，草，原来是你小子，怎么现在才上来？对下水道的味道免疫了？别说了哥，我这点就交代在下面了。对了，你小子的下水系统工作进展怎么样了？别提了，还是一如既往的糟糕。我需要一些新的管道零件。那你去找亚历克斯吧，看看他那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行吧。话说你们不打算去清理一下下水道被水流冲下来的形式吗？我们会去的，不过不是现在。行了，去处理你该干的事吧。钢铁厂西区一切正常，完毕。罗恩。是的，怎么了？我还有事。怎么啦？维修用的管道零件没有了。刚刚迪森叫我去找亚历克斯，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亚历克斯最近被安排到了下面，你从难民营那边下去找他吧。多谢。这是陌生的味道。年轻人，听说了吗？咱们下铺的那个人已经没了。大爷，你说的是冰冰吧？我记得那天他突然发烧，然后就被那群当兵的给拖出去了，再也没回来。没想到好不容易逃到了这里，没被丧尸给咬死，却被自己人给处理了。要是这场灾难没有发生就好了。想当初我可是咱们马凡市的巨星，能说会跳又会打篮球，没想到那个病毒在短短2天半就让咱们帕特区给沦陷了，可惜了。当时我为了逃命，匆匆忙忙的就带了个足球就逃难了，害得我现在每天只能用手打足球。知足吧，年轻人，至少你已经逃出来了。我之前隔壁住了个老太婆，她有一个孙子，好像叫阿伟来着，因为沉迷打电动无法自拔，直到丧尸已经冲到他家门口了才反应过来。要不是他打电动的声音吸引了丧尸，我估计我也无法趁机从家里逃出去。这家伙是谁？他怎么会带着罗恩的身份证明？嗨，亚历克斯。罗安，怎么了？有什么事吗？那个啥，下水管道的零件，你还有多少？别讲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管道零件已经全部拿去炼钢了，我手头上早已经没有存货了。那你这里还有什么东西？你想要什么？我这里现在只能换面包了，其他的都是军需品，是禁止交易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多找一些旧的金属管回来，现在钢铁已经不够用了。
行，那我先走了。对了，中尉好像有事找你，你有时间的话记得去找一下。我会的。嘿，罗恩，过来一下，我有事找你。马奇找你，你就先过去吧。那我就直说了，那个，你其实根本不是罗恩吧？他是怎么看出来的？难不成他见过这个罗恩？不管怎么样，现在还不能直接向这个人承认事实。不，我是啊，我和你很熟吗？罗恩病了，在下水道一待就是好几天，这里的医护人员根本不会理会我们这些工人。看来你和这个罗恩很熟，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吗？你觉得呢？现在冒充他的人可是你。我是在下面的一具尸体找到的身份证明。你去下水道下面干什么？我是一名军事工程师，事实上我比你们还要更早到达这座钢铁厂。国防军？你也是他们的人？这个以后再说。那好吧，你是一直住在下水道下面的？哎，算是吧。下水道下可全是刑事啊，你是怎么过来的？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行啊，如果我受伤的话，我现在还会是这个状态吗？你也知道受感染的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先和我说说这位罗恩的事情吧，我想你要比我知道的更多。哎，老实说，这废弃钢铁厂已经严重老化，年久失修了，根本没有办法修理，再加上军队控管金属物品，之前我和罗恩就一直在加固下水道的围栏，但是下面四通八达，再加上暴雨，陆续有刑事被冲到这里，我们根本来不及修补。那然后呢？钢铁厂怎么现在就剩这点人了？之前不是挺多的吗？后来啊，国防军紧急管控了来这里避难的人们，有发烧的就会被立即枪决，然后我就把罗恩安排到下水系统修理层去躲过管控。可当我再次去查看罗恩的状况时，发现下面已经有丧尸爬上来把他杀了是吧？是的，后面我就关闭舱门，就再也没去过了。下面的情况怎么样？托你的福，还好没有拿走身份证明，罗恩早凉透了。现在你当时为什么不和军队报告情况？哎，密切接触者，我可不想死啊！算了，不聊了。你放心，你的事我不会和别人说的。这样就行了，你的事我也会保密的。好的，那你先去找中尉吧。唉，塞西利亚姐姐，这是斯温叔叔今天给我们的 MRE 口粮。哎，怎么感觉姐姐你心事重重的？没什么，今天的是几号套餐呢？18号。68号。行了，先放在这儿吧。莉亚姐，你到底怎么了？你平时不是挺开朗的吗？小云，怎么了？你知道那个罗恩吗？知道啊，马奇哥和我说过，说他之前已经去下水系统去维修了。怎么？是出什么事了吗？他死了。什么？不会吧？刚刚我还听说安吉丽亚姐姐说罗恩已经回来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安吉丽亚说的那个罗恩是假的？怎么说？其实，刚刚我在外面就看到罗恩了，但他的行为举止让我很奇怪。你想想，一个下水系统修理工，常年进行着维修作业，手上或多或少都有维修时留下的伤痕、老茧之类的。更何况现在这个旧钢铁厂年久失修，谁能保证罗恩在下面维修时不会受伤？啊，还有，这几天不是一直在下暴雨吗？罗恩在下面进行维修作业，在这么潮湿的环境下，他的穿着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定的潮湿。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难民，哪怕马奇他们那些有点技术的人，分配到的那点食物绝对不够吃，时间长了就会像其他难民一样营养不良。但我刚才见到的那个罗恩，他的精神非常饱满，衣服穿着也比较干燥，他的手上也没有伤痕和老茧之类。更重要的是，他的右手一直保持着别枪的架空动作，始终保持严肃，似乎在警惕这里的一切。
虽然我没见过罗恩，但在这里生活的难民，哪一个不是担惊受怕、麻木、精神状态不佳的？而且罗恩还在下水道里工作，那一带丧尸可是很多的。他要在这种精神紧绷的环境下工作，长期面对丧尸的威胁，好不容易能上来一趟，他的状态你可想而知。好像有点道理。还有，我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味和尸臭。什么？也就是说，他杀了罗恩？现在还不能确定。你也知道，下水道下有很多的行尸，也有可能是他猎杀时留下的气味，当然也有可能是罗恩本人的，或者说罗恩在这之前就已经死了。这个人偶然发现了罗恩的尸体，然后捡到了他的身份证明，从而混进了钢铁厂，都有可能。话说，我们自从到了这里之后，也没招惹过其他势力吧？难不成是帝国或者是赤县渗透进来的间谍，想要吞并我们？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目前对方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况且斯温那家伙不是正好要找罗恩吗？不管是帝国还是赤色阵线，曾经都是52军的人，斯温应该是能辨别的。对了，中尉名叫斯温，现在国防军他们的电台和临时营地都在钢铁厂2层 A 区。你从原路返回到难民营出口后，然后向左转，一直前行到尽头，再右转直行就能到了。嘿，那个修水管的罗恩，中尉有事找你，往前直行就能到了。兄弟，你在这里干什么？对哦，你一直在下水道来着，没见过我。我叫兰迪，是钢铁厂的工具管理员。一会你可能得从我这里拿一些工具，当然，这可不是免费的。我记得负一层通往我藏身处的出口就被军方给挡住了，不知道他这里有没有合适的工具让我能够劈开那些东西。我想问一下，你这里有没有斧头之类的除障工具？当然有，这个怎么样？如果我需要它，那我得支付什么东西？也不多，就79块铁锭就行。毕竟现在钢铁稀缺，你懂的。这么多？你疯了还是我疯了？怎么？79块你还嫌贵？罗恩啊，现在这个情况，咱们钢铁厂很难的。你有的时候要反思反思自己啊，是不是你自己捡垃圾不够努力？在下水道下这么久了，废铁管什么的有没有囤够？有没有认真工作？好不？哎，你听我说完啊。神经。The communication signal was abnormal, and the Isaac government could not be reached. Radio, can you reach headquarters now? The station received. The signal is abnormal and cannot be heard very clearly. Can I contact the Isaac government now? 罗格，这里是旧钢铁厂，收到请回答。我们正遭受袭击。罗格，发生什么事了？请重复。我操他妈的！老子的人都死了，我们遭受了敌人的袭击。操！罗格，你们遭到了谁的袭击？赤色阵线，我们遭受到了赤线地面部队的袭击，舰艇上安插了他们的奸细。操！谁他妈开炮了？老大，赤线的人已经占领了机炮舱。机炮班的人全他妈挂了。莱登，怎么了？中尉，海岸警卫队的兄弟们在罗格镇中海渔村遭到了袭击，估计快坚持不住了。怎么回事？我记得他们不是有一艘近岸巡逻艇吗？还有之前从咱们52军分过去的坦克和装甲车，是谁袭击了他们？丧尸？是赤线的人，他们渗透进了海岸警卫队，估计是看中了警卫队的舰船，
毕竟现在他们还在和德尔塔镇的帝国对峙，想要实行跨海登陆作战。那雷维堡垒的兄弟呢？他们倒还好，还能联系上。市县的人目前还没有对他们发起攻击，但想指望他们的医疗物资是不太现实了。就在前不久，罗德里克中校和艾米利亚少校他们又在帕特区和昂萨区交界的那座大桥打起来了。中尉，我就好奇了，他们不怕吸引丧尸吗？当初第52卡桑军事区，也就是弗雷德准将感染成丧尸后，大部分重武器和载具都在军区沦陷之后被他们两个给分走了。更何况平日里这两人就针锋相对，谁也不服谁。现在丧尸危机爆发，52军军官层大部分都死了，他们两个人自然就分道扬镳，割据一方了。就他们手头上分到的那些家伙，就算丧尸来了，大概也能控制住。而且他们的营地都离市区有一定的距离，冲突位置又在那座大桥上，丧尸被吸引来的几率应该不高。对了，德曼堡垒还能联系上吗？丧尸分离后，就他们手上的医疗物资最多，也是我们在帕特区内能信任的盟友了。前几日还能联系上奥兹上校的，但是就在刚刚我们试图联系，发现已经失联了。看来我们得派一些人去看看是发生什么事了。话说那个罗恩现在在哪？刚刚迪森不是还汇报说他已经上来了吗？放心，中尉，已经通知了个成员，遇到罗恩后就会通知他过来的。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哪一位是斯文中尉？你就是罗恩吧？你好，我叫斯文·弗洛伊斯，是国防军第52军驻昂萨卡桑军区的装甲支援连副连长，你叫我斯文就好。这位是莱登·沃森，我的勤务兵，技术军事。不知斯文长官此番寻我是所谓何事？看你的样子，服过役，算是吧。那好吧。为了罗恩，你下水系统的维修工作进展怎么样了？快修好了，不过亚历克斯那边告诉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管道零件了，所以没办法继续维修了。这样，竟然修不好的话，那干脆就别修了。我派你一个任务去完成它。什么任务？我们钢铁厂的物资已经不足了，现在能寄予希望的只有德曼堡垒的兄弟们了。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已经和他们失联了。需要派人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人手不够，大部分人现在都需要待在他们的岗位上，难民里又没有什么合适的人。竟然你曾经服役过，那这个人选就是你了。话说，我有拒绝的权利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以我们现在的资源，最多也只能撑3到4个月，而且这还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无法与上层取得联系了，现在我们基本上只能靠自己。我们当时撤离的时候，在路途上有许多受伤的士兵，因为缺乏充足的医疗保障，最终都遭到了感染，变成了丧尸。你在下水道工作也发现了，现在钢铁厂也并不是很安全，我们还得预防从下水道涌上来的行尸才行，所以选择你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说的有点道理，即使我能靠着罗恩的假身份在这里一直待着，但不管是我藏身处还是整个钢铁厂的物资都已经无法维持太久，也许只有出去才有机会。一来无需担心罗恩的假身份会暴露，二来在外面没准还能找到一线生机。那我可以问一下外面的一些情况吗？你还记得我们刚刚来到钢铁厂驻扎并武装这里的时候吗？当时陆陆续续就有难民来这里避难，才不到1天就人头挤挤了，还有不少病患混在里面，所以失控是必然的事。那之后呢？之后就是现在外面已经是一片死寂了。通过我们这几天的监控来看，外面因感染而变成的丧尸难民数量目测有近100只。那我要怎么出去啊？你放心，我们肯定不会让你出去白白送死的。到时候我会派一队步兵班，在钢铁厂大门打开的时候把他们给歼灭。我们还有一辆 BT2， 能够提供充足的火力资源，就是燃料已经不足了。我们能从52军区跑到这里并活到现在，没有一个士兵是吃素的。对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武器？我有一把手枪，我现在能拿出来吗？QSC-92，这不是咱们以撒的制式武器吧？我记得好像是范央华家产的，你是从哪搞到的？
我是在下水道下击杀了一只丧尸，然后从他身上找到的枪，估计是这个人在枪店买的进口武器。我总不可能告诉你这是我自己的武器吧，让你知道了还不怀疑我的身份。行吧，不过我得提前告诉你，我们貌似没有这一款武器的弹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从我们的军械库里面找一把合适的手枪给你，当然这是你自己抉择。那我还是选择用这一把武器吧。没问题，到时候我会叫我们的后勤生产部门给仿造一些弹药出来给你的。说实话，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在对付丧尸的话，用冷兵器的效果会更好。此话怎讲？我们从昂萨区撤退的时候，路上碰到的丧尸，在用热武器清理的时候，枪声都会将丧尸吸引过来，对我们的撤退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后来我们发现，使用冷兵器去击杀丧尸的效果反而更好一些。最好的武器就是钝器，用它来击打丧尸的头部，可以对它造成晕眩，让它短时间内失去行动力，然后再乘机用锐器从它的太阳穴刺进去，就好比反坦克的穿甲弹一样，不需要破坏大面积的装甲区域，从而达到杀伤坦克内部成员的效果。那就这么定吧，近战武器去找多里安，弹药去找弗兰科和利文，医疗物资去找白帝。你也别着急，现在还在下雨，根据我们的气象预报，这场雨大概还得需要2-3天的时间才停下来，刚好我们都需要时间准备。这段时间你可以在钢铁厂随便逛逛，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我说。没问题。对了，这个给你，这是我的军官证明，复制的，给你一份，里面有一颗芯片，以我的权限能够识别并使用部分的国防军设施，相信你能在外出的时候用上。还有就是去找那几个人时出事的证明。那就多谢斯文长官了。好说，毕竟你现在可是我们的希望了。对了，出去的时候要小心点，在末日下，同类有的时候往往比丧尸更恐怖。还有就是帕特区有一个很大的武装势力，叫做第4帝国，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位叫做艾米利亚的中级军官，曾是我们第52军的一名少校。他手下的武装力量人数上虽然不多，但在单兵的装备上要比赤线的人精良许多，而且他似乎也已经开始了向帕特区内陆地区扩张的打算了。你如果在外面碰到他们的人，记得出示一下这个证明，我想他应该会念在曾经都是自己人的份上放过你的。那这个赤线又是什么情况？赤色联合阵线，他们的领导者叫做罗德里克，中校，也是我们52军的。不过他的势力范围并不在帕特区，在对面的昂萨区，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好了，就说这么多吧，你先去休息吧。准备好后，我会叫人通知你的。那我们就先忙去了，再见。里面有一颗芯片，并且还能识别部分的国防军设施，这东西真有这么厉害？至于那些设施，该不会是像辐射里边的那些避难所科技公司研发的东西？哎，今天该煮点什么东西好呢？让我想想面包还能做些什么。哟，这不是罗恩吗？几分钟不见，这么拉了啊？你看，兜兜转转，还不是又回到我这里了？说说看，中尉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 ？BYD， 什么叫做又回到这里了？你的岗位在我来到和离开的必经之路路上，我能有什么办法？难不成我把营地墙面给挖个洞爬出去吧？其实，我都知道的，是问你下水系统修理的进展和叫你用79块铁锭去兰迪那儿换更好的工具是吧？我懂。这样吧，看在中尉的面子上，以及我们钢铁厂的未来，我就忍痛给你打个折，78块怎么样？哎呀，年轻人真的不能再少了。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工作不努力。如果我操，军官证，这不会是中尉的吧？中尉居然这么看好他，这小子到底是接了个什么任务？连自己的证件都拿出来了。操，早知道就不开那些玩笑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告密。兰迪先生，中尉确实交代了我一个重要的任务，而且还点名道姓让我来你这边买点东西。
部主，我想问一下，您这把斧子需要多少价格？兄弟，都记吧，哥们，送你了，拿着，谈铁伤感情。现在这个情况，你一个人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在下面进行着维修作业。说实话，你此举舍己为大局的行为，老哥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不说了，这把斧子，我相信你必有大用。如果后续还缺什么工具的话，尽管来找老哥我。那就多谢兰迪老哥了。这家伙末日前不会是个演戏的小丑吧？态度变化这么快，没想到斯温的证明这么有用。不过也是，就他那军衔，现在放在钢铁厂内应该也是最高的了。不用客气，慢走哈。我热烈的马，我的腰好疼啊！哎，你的心情貌似不太美丽啊，还是你女朋友的那件事？是的，很担心。自从丧尸危机爆发后，就再也没联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外面怎么样了。前女友，你担心个屁！行了好了，我会尽量不去想她的。我当时都说了，她跟你不合适，你就是不听。不过跟我村里的其他男人应该是挺合适的。让他滚蛋吧，这种人会遭到上帝的惩戒的。我觉得我当时就是个傻逼。别这么想，我跟你说，很多人以为遇到了爱情，结果都迷失了。更糟的是，他和我老家一哥们还是朋友。你是说他们两个会？没有，我肯定他们两个之间没什么关系的。我只是不想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只想忘了他，真他妈烦。放心，用不了多久一定会的。你要保持坚强，别跟他聊天。我跟你说，上次他还来找我借钱呢。然后呢？我借给他了。你个傻逼，我再也不会同情你了。弗兰科，加固板生产快停一下！嘿，焦炉再添点煤。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是利文和弗兰科吗？我是。我是，什么事？说，挺忙的。哦，你们这是在制作弹药吗？车间仿制的，它的质量是比不上军工厂生产的正规子弹的。你是罗恩，你来这干什么？怎么，你要买一些吗？或许吧。别逗了，老弟，如果你有足够的火药和金属的话，我们倒是可以交易，你提供材料，我给你想要的。奇了怪了，怎么我一路过来都在听说钢铁不足的消息？这里不是钢铁厂吗？钢铁应该不缺吧？老弟，瞧你说的，那老婆饼里有老婆吗？我们钢铁厂至少还有一些钢铁呢。行了哥，不开玩笑了，你看看这个。我操，军官证，不会是中尉的吧？你个猪脑子！什么叫不会？现在钢铁厂就他一个人是军官，除了他还能是谁？多里安啊！怎么感觉有人在盘论我？对了，罗恩，那你到底是有什么事？中尉交给我一个任务，需要外出前往德曼堡垒，但我手头上的武器和军械库里的弹药不匹配，需要来找你仿造一些。什么武器？我看看。不懂。QSZ-92，范阳华夏的。没事，无所谓，仿造的话没问题，不过得需要你贡献一颗子弹出来给我参考才行。没问题。让我看看9x19毫米的，但容量好像是15发，应该可以和9毫米的帕拉贝鲁姆手枪弹通用吧？我们还有人用格洛克17呢，也是9毫米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那这样吧，我这边也帮你仿造一些，你也刚好可以去找多里安看一下有没有我刚刚说的那个弹药，做好双重保险。仿造估计要等一阵子，现在外面还在下雨，你应该不出去这么快吧？那你过一段时间再来找我吧。喂，弗兰科，干活了。操，我们军衔都一样，怎么感觉从头到尾都是你在命令我？因为你是傻逼。我热烈的马。算了，那个罗恩，你如果在下水道捡到那些废品的话，可以来找我，我帮你加工。
那个，我操，吓我一跳！你谁呀？哦，罗恩是吧？你找我有什么事？中尉授权给我，说叫我来你这里拿一把合适的精湛武器和领取一些9毫米的帕拉贝鲁姆手枪弹药，不知道你现在方便吗？有证明啊？那好说，你等我一下。这是警棍、钝器，用来对付丧尸非常有效。还有弹药，给你找了100发，应该够了吧？你也带不了这么多感觉。对了，罗恩，千万不要和中尉说我偷偷在军械库摸鱼的事情啊！放心吧，我没这么无聊。那老哥就谢谢罗兄弟了，慢走哈。没想到这里现在能有这么新鲜的蔬菜啊！你是罗恩？是的，我刚刚从下水道里回来。请问这些蔬菜是你们自己种植的吗？是的，没错。不过数量并不是很多，毕竟外面的土地大部分已经被污染并丧失种植能力了。这是我们在自己研究净化的土壤里培育种植出来的。我们现在还培育了一些新的植物，以用于适应目前的环境。这么厉害，那这些蔬菜的产量如何？勉勉强强，毕竟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也就那样。这些蔬菜水果也就顶多隔一段时间用来改善伙食而已。想要做到全天候供应并不现实。这样啊。韦恩，你们在聊什么？还有，这位是博士，这位就是罗恩，之前在我们森林研究所下水道工作的那个罗恩。哦，原来你就是罗恩呐。博士好。行啊，你以后就别叫我博士了，叫我布兰科就行。好的，博士。对了，我听中尉说你是要出去吗？是的，钢铁厂的资源已经不足了。中尉本来是想联系德曼堡垒的人，叫他们送一批屋子过来，但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失联了，便委托我前往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不过现在雨还没有停下来了。我和你说，你知道伊卢区吧？就是那个被别国弹道导弹摧毁的地方。南门核电站很不幸在这次袭击中被摧毁了。现在整个伊卢区已经是辐射区域了。虽然外面空气中的辐射粉尘已经被雨水沉降的差不多了，但想用来种植还是不太现实。你要切记，不要妄想把雨水接过来当作储备用水。外面的地表水源也一样，千万别去碰。好的。话说关于这次导弹袭击，博士你有什么消息吗？算了，至于你说的那个袭击事件，说实话我也没多少头绪。毕竟敢对以撒发动核导弹的国家，在联众国常任理事国中，除以撒之外，也就剩另外4个国家了。不过这其中日落王国和高卢枫丹又与以撒合众国交好，剩下的只能是范阳华夏和北境联邦了。这样啊。我就一搞科研的，不太关心这种政治问题。对了，既然你要出去的话，韦恩，来装一些蔬菜来给罗恩。不用，太多了，而且我在外面也不方便吃。什么？外面吃？这是给你处罚前吃的。中尉说了，你现在是我们的希望，况且我这点东西也无法报答你曾经的救命之恩。你和我们都是从森林研究所过来的，你应该知道。看来这个罗恩曾经救过这个布兰克一命，不然人家现在也不会给我这么多东西了。可惜了，好人不长命。别这样，我只是一个维修工人而已，这些还是留给其他重要的人吧。什么叫只是一个工人？是工人阶级，懂吗？我虽然不是他们党的人，但我知道，现在
包括我现在工作用的办公桌和吃的蔬菜，都是你们所创造的，是你们这些工农同志创造了人类的世界。即使外面已经满目疮痍，但你们所创造的世界也无法被丧尸所摧毁。这就是我对你们这些群体所说的真心话了，打去吧。谢谢。哎，你听说过泰拉港吗？当然听说过，那里还有很多的集装箱物资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派一些人过去看看。谁和你说这个？我说的是泰拉港的幸存者营地，你想到哪儿去了？再说那里既然有幸存者营地的话，那些集装箱物资你就别想了，人家就捷足先登了。啦啦啦啦啦。你好，您是白蒂小姐吗？啊，是的。你是罗恩？话说你那下水系统的工作修好了没？还没有，不过快了。话说你这里还有医疗物资吗？我现在需要一些。别想了，我不可能再给你发口罩了，而且医疗物资也没有多少了，我没有权利做主。我操，要说服这几个人可真不容易啊！待会就要第4次使用军官证了，如果没有这玩意，我都不知道怎么和这些人谈条件。原来你有中尉的授权，那就好办了。你等我一下。这是单兵战术急救包，还有一根战斗兴奋剂，拿着吧。我刚刚在对讲机里听中尉说了，你是要去德曼堡垒去请求他们援助我们一批医疗物资是吧？这个兴奋剂是我单独给你的，拿着吧。那谢谢白蒂小姐了。不客气不客气，祝你一路顺风。几位小姐，有什么事吗？是你，罗恩先生。你好，莉亚小姐，您认识这位先生？当然了，我们大名鼎鼎的罗恩先生可是肩负了维修下水系统的重任呢。或者说，我应该叫你冒牌货先生。莉亚姐，你直接这么光明正大的揭穿这个人的身份，他不会当场发飙吧？放心，这里是钢铁厂国防军的地盘，哪怕他背后的势力再大，应该也不敢乱来。我心里有数，只是想用激将法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掏出一些情报，或者让他明白自己现如今已被识破的处境。不过我很好奇，斯温那家伙居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那么这个家伙应该就不是52军那些割据势力的人。所以他的背后应该没有什么大势力，掀不起什么风浪。没想到刚刚摆脱了马奇，现在又遇上了第2个怀疑我身份的人。等等，这个人我好像在之前进入难民营的时候和他擦肩而过，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不过好在我现在有中尉的授权，如果实在是糊弄不过去的话，再拿出来吧。小姐，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如果没事的话，还麻烦您让一下路。居然能保持这么淡定吗？也不知道斯温到底有没有看出这个家伙的真实身份。既然如此，那还是以退为进吧。行了，我们没有恶意，相信你的态度也是如此。我只不过是看出了你与一名维修工人格格不入的外貌、状态以及你的神态。这样吧，如果你能够说明你的身份与目的，我会去求我们的最高领导，让他不要过多为难你。怎么态度转变这么快？难不成这个人他忌惮我？还是说他想采取某种策略让我露出破绽？看来还是直接说明情况好了。是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东西？怎么了？那是什么东西？怎么莉亚小姐突然表现这么惊讶？贝拉姐，那是斯温叔叔的军官证明，
就是我们钢铁厂的最高领导人斯温·弗洛伊斯中尉。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把自己的证件给别人的，哪怕是莉亚姐，她自己都很少看过斯温叔叔的证件。特么的，斯温那家伙脑子被门夹了吗？居然随随便便就将证件给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更何况这个陌生人还不是罗恩，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几位小姐不必惊讶，既然你们识破了我的身份，但我手上的这玩意应该能证明我的非恶劣性目的了吧？我相信你们的最高领导人也不是傻子，他能将自己的证件交给我，自然有他的想法。如果你们想知道真相的话，不妨和我去一个地方。好，没问题。不过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莉亚姐，确定真的要去吗？放心，我有自保手段。如果你们担心的话，我也不会强求你们。那我也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还有我，我也不太放心莉亚小姐你。我靠，你们确定这不是多一个人多一份阻碍和累赘吗？几位不用担心，我说了，我没有恶意，这张军官证就是最好的证明。时候不早了，如果你们决定好了，就跟我走。这里是通往下水道的入口，他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死人了，这不会就是罗恩吧？所以是你杀的？等等，你们冷静点。他的脖子上有咬痕，而且这个人的着装还保留着一定的潮湿，就是已经产生异味了。这里貌似不通风吧？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人貌似除了脖子上的那个咬痕，其他地方并未发现致命性的伤口。他应该就是罗恩本人吧？没错，我上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这个身份证明还是从他胸口上拿的。胸口右侧貌似有一处被摘取过的细微痕迹，看来你没有撒谎。万一是他咬死罗恩的呢？行了，虽然很意外，但事实也已经说明了，他不是杀人凶手。不过我很好奇，罗恩为什么没有发生变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行了，跟我走吧。刚刚那是行尸，已经死去了，地上还有弹壳，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还有枪，看来还得多加防范一下这个人。你们等我一下。好了，走吧。什么？这里居然有一个这么隐蔽的房间？这家伙原来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吗？那他岂不是在我们来到钢铁厂之前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了吧？请坐。好了，事到如今，你可以说明你的真实身份和目的了吗？我叫林源，是一名军事工程师。你也是华夏人？这个暂时无可奉告。那你是从哪来的？边境城。那里不是已经沦陷了吗？你是怎么从里面逃出来的？说来话长了，本来我不是一个人的，在边境城沦陷的时候，我们小队想要从丧尸包围圈里突围，然后就被打散了。其他人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自己突围后，一个人拼命的跑，最终跑到了这座废弃钢铁厂并住了下来。说实话，我到的时候，你们还没有驻扎在这儿呢。你还有小队？你是隶属于哪一单位的？你们听说过 PMC 吧？私人军事承包商。我是一个 PMC 旗下的军事工程师，本来是接到任务来协助军方进行防御修建工程的，结果谁知道中途就爆发了丧尸危机，
害得我们被困在了边境城里。话说你们当时没有向当地的军方请求支援吗？边境城驻扎的军队少得可怜，在丧尸危机爆发后就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于是后面就临时抽调了国民警卫队和联邦后备役部队来进行军事部署。但很遗憾，病毒已经渗透进了军队，边境城的武装力量很快就瓦解了，这点你们应该也清楚。这样，那你怎么会突然冒险下到钢铁厂去？我的物资已经不足了，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和你们见一面，寻求你们的帮助。结果刚到负一层就看到死去的罗恩了，于是就捡了他的身份证明，误打误撞蒙混过关，进入了钢铁厂，没想到还是被你和马奇给识破了。话说你到底接了什么任务？斯文那家伙居然都把自己的证件给你了。我很好奇，你一直斯文斯文的叫，他不是你们的最高领导者吗？直呼其名是不是太不尊重人家了？对啊，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吧？我叫塞西利亚·弗洛伊斯，这两位是肖云和伊莎贝拉·朱利安。银元先生，有看出什么吗？塞西利亚·弗洛伊斯，你好，我叫斯文·弗洛伊斯。同一个姓氏，这个女人貌似和中尉的关系不浅啊，他们是夫妻，还是兄弟姐妹？如果是这样，那就解释通了。那个，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请说。我听斯文叔叔说过，在他们想要从军械库里选一把合适的手枪给你时，你却拒绝了。我很好奇，人家都开口了，你为什么不趁机选一些很厉害的武器，不如突击步枪、机枪什么的去执行任务呀？小妹妹，你听说过军事技能章吗？其他国家有没有我不知道，在以萨国防军中，军事技能章通常是代表了一名士兵在接受了某一领域的军事技能训练所掌握的那个兵种技能和该项专业技术。你玩过《战地风云》吗？里面的4大兵种，突击、医疗、支援和侦察兵，你可以参考参考。每一个兵种对应的武器使用都有严格的划分，也说明了每一个士兵所使用和熟练的该枪械的程度。同时，随着士兵所参与训练次数的战斗任务的增加，不但能代表你不但掌握了这个技能，而且还做到了更上一层的精通熟练。所以在非必要情况下，不同兵种之间大多不会出现交换武器使用的情况。所以在能避免的情况下，我不愿意使用我现有武器以外的其他武器，毕竟我还不太熟悉，即使是手枪这种通用副武器，我也不太愿意。他说的好有道理，我居然无法反驳。该死，我干嘛脑抽提出这种智障的问题啊？丢死人了都。至于中尉交给我的任务也不是什么秘密，因为钢铁厂的医疗物资不足了，但中尉他们貌似和那边失去了联系，需要我前去德曼堡垒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要去德曼堡垒？怎么？你了解吗？林林先生，实不相瞒，萧莹就是从德曼堡垒来的。真的吗？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这里的？路途应该很遥远吧？唉，我是和团队在外出搜寻物资的时候和大家走散了，然后在马凡市遇到了莉亚姐，最后跟着他们一路逃到了钢铁厂。如果你想要前往德曼堡垒的话，首先得前往码头镇，然后再一路向北，抵达军方的防御关卡，再向东北方向找到前往马凡市的方向。在马凡市的北郊有一所学校，德曼堡垒就在那所学校的附近。林元哥，你要注意，德曼堡垒靠近一个叫做德尔塔的小镇，那里是一个武装势力的地盘。我在逃难的时候，经常发现他们的先遣队在四处抓捕幸存者，听说是要拉去一个叫做冲锋队的单位去当壮丁。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看来他说的这个武装势力就是中尉所说的那个什么第4帝国了。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所说的这些地名我一个都不清楚，从来没有去过，别说是前往德曼堡垒了，恐怕我出了钢铁厂之后就彻底迷路了，总不能再跑回边境城吧。那个啥，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就当给你当向导了。你说什么？你疯了？好好待在这里不行吗？外面这么危险，这可不是什么旅途。莉亚姐，我很感激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回去德曼堡垒去看看。自从和他们走散后，我一直很想念他们。再说了，我和林元哥出去后，一来可以帮助他更快地找到前往德曼堡垒的路，二来钢铁厂内少一个人，也能够多出来一份口粮，相对维持更长的时间，不是吗？
的确，我现在对整个帕特区的情况可谓是一头雾水。如果多这么一个向导的话，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我不能保证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第一时间保护他。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可不是这么好建立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相遇的时间才不到1个小时，还是先劝劝他吧。我无所谓，但你要知道，我此番外出是有任务在身。如果你和我一同前行的话，我无法保证你在路上的安全。如果遇到连我都无法解决的危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扔下你。没问题啊，小鱼，你确定吗？人家都说了，无法保证你的安全，遇到危险还会随时把你给丢下，你再考虑考虑吧。谢谢你们，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想回去德曼堡垒看看。林渊先生，你还要多久出发？大概2、3天，等雨停之后，我现在还在等丽文给我仿制的弹药。行吧。对了，萧云，至于你的那个想法，我无法决定，我还得和斯温商量一下才行。你先等几天先吧。诺，这是仿造好的弹药，拿着吧。多谢了。哎，好说，罗恩兄弟，祝你一路顺风。小云，我再问一次，你确定要和罗恩一同前行吗？是的，斯温叔叔，我已经决定了，我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行吧，这是我给你打印的一份身份证明，上面有我的签名。如果遇到他们的话，希望能派上用场吧。中尉，你好。罗安，你来了。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萧云是从德曼堡垒来的，我相信，在他的帮助下，你前往德曼堡垒的路程耗时应该会缩减很多。还希望在路上，你能尽你所能的去保护一下他。确定了，你现在还有一次反悔的机会。那走吧，兄弟们已经在下面等你了。中尉，你这是？我得去驾驶并指挥那辆布莱德利，万一步兵班的兄弟们抵挡不住丧尸，我好及时进行火力支援。Just stay focused, guys. Oh! 有，中尉，你们来了。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放心，中尉，一般的兄弟们早已饥渴难耐了，请下命令吧，副连长。好，所有人立刻进入战斗岗位。莱登，这里是512号车，收到请回答。收到，中尉，请问有何指示？钢铁厂外的丧尸群现状如何？还是那样，依旧很多。如果强行打开大门，尸群绝对会被吸引过来的。打开吧，这些尸群留着也是一个后患，得尽早清理了。明白。The east gate is open. Please avoid i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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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 gate is open. Please avoid it. Open fire!
来，兄弟，这是给你的见面礼。手雷 M67 岩石杀伤型手榴弹，拿着吧，希望对你有用。谢谢。哟，打完了？嫂子好，你怎么来了？怎么，我来看看你们的战果不行吗？也不是，主要是这里很危险，我不放心你。那你又放心让萧云一个人去？这……好了，不说了。其实你已经发现他不是罗恩了，是吧？是的，从见他的第一面我就看出来了，他并不像一个维修工，尤其是他敬礼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家伙应该是接受过军事训练、服役过的。人家可是军事工程师呢，从边境城来的。你问过他了？下不为例，还好人家没有什么恶意。军事工程师嘛，有意思，还是从边境城来的，应该是那个方舟天使承包商的人吧？你委托一个陌生人，就不担心吗？番阳华夏曾经有个领导人说过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更何况我们还有得选择吗？要不我派你去。得了吧，行了，我先走了。对了，你还要在难民营待多久？怎么，你就不担心难民营里面有人发热或者心怀鬼胎想谋反？我走了后，谁来干这件事？行吧，有什么需要的就来找我，亲爱的。好好好，下次一定。你要走了吗？是的，雨已经停了，我要走了。对了，这个给你。留个念想吧，罗恩是个好人。谢谢。你就不好奇为什么没人认出你？什么意思啊？罗恩在我们这里的存在感很低，刚到钢铁厂的时候，难民非常多，所以没有多少人记得住他的面貌。而且因为他下水系统维修工的身份，他基本上都是戴着防毒面具在下水道工作的，很少上到钢铁厂上来，所以记得住他面貌的人几乎没有。这样啊，都过去了，没事，祝你一路顺风。话说走之前，能告诉我你的真名吗？林源，军事工程师，来自边境城。好的，祝你一路顺风，林源。Number 90, received, please answer. This is number 90, headquarters. A new test zone order has been issued, so head over and follow the Reich and the red line now. Received on number 90, complete.
Since 2022, the war in Eastern Europe has been going on for a year, and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Isaac National Defense Directorate, so far, 156,417 Isaac soldiers have gone to the European battlefield, of which 27,483 have been recorded, and the number is still rising.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made on March 1st by General Adrian, Commander-in-Chief of NATO's Eastern Front, the forces of the Strategic Defense Alliance have now launched a counteroffensive and NATO forces have now moved to the defensive phase. On March 2nd, General Philipp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Fifth Republic in Gaul, a member of NATO,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ilitary defense line from the Baltic Sea to the Black Sea coast of the Republic of Lormia in the Republic of Poland, behind the Eastern Front, which was opposed by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Pruan, a member of NATO. On March 3rd, the Pan-Central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nd the North Korean Collectivist Republic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if NATO is unable to meet the regulations on the content of the armistice for the war defense members, the two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send volunteer troops to the Eastern European Front, and if this incident occurs, the total strength of both sides on the Eastern European Front will reach 1 million. 科尔，愿你在天堂之上永无战事。I got the reach in the teeth of a killer machine. With a need to bleed you where the light goes free. Best believe I'm in the zone to be. From my yin to my yang to my yang to see. I'm reality when you come to me. Cause I'm weird, I'm a one of a kind, and I'll bring death to the place you're about to be. Another river of blood running under my feet. Forged in a fire lit long ago. Stand next to me, you'll never stand alone. I'm last to leave, but the first to go. Lord, make me dead before you make me old. I'll feed all the fear of the devil inside of the enemy. Faces in my sight. Aim with a hand, shoot with a mind, kill with a heart like Arctic ice. I am a soldier and I'm marching on. 富兰克林，你来了。节哀吧，我知道令郎的事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战争总会死人的。我不明白。什么？老大，您告诉我，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我们究竟是在为谁而战？这场战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都是欧洲那群疯子先和老毛子起的冲突，我们干嘛闲着没事干掺和一手？老弟，我也没办法。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天职？哼，干涉他国内政，假借反恐名义到处发动代理人战争。你告诉我，这就是他妈的天职？行了，富兰克林，这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好，是啊，以撒从1776年建国到现在200多年，有多少年没有打仗？啊，我忘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原来如此。呵呵。你这个态度，如果放在外面，敢对上级这么说的话，就等着被处分吧。不是谁都像我这么好说话的。
要不是看在令郎光荣牺牲的份上，你现在就等着国安局的人吧。光荣牺牲？我儿子就死在这场战争中，他一点也不感到光荣。哎，说吧，这次是什么任务？你的精神状态不要紧吗？老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不是您说的吗？别勉强自己，我先和你说一下，你再考虑吧。根据气象中心的报告，90号实验区的雷雨天气现已过去，如今正是晴朗天气。六角大楼现已受命咱们51军卡罗迪亚空军基地恢复轰炸任务，保证小白鼠的存活。收到，不用担心我。你也别想太多，上级说了，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的执行实验区的维护任务，在未来会保证不会把咱们调去欧洲的。哦，对了，关于你接触赤色分子的那件事，我已经帮你压下来了，你以后不要再干这种极端的事情了。再来一次，我可保不住你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这次空袭任务就定在明天，就让亚特兰大中队去执行吧。你负责指挥，护航战斗机就不用去了，规模能小则小。记住，在执行任务期间，保持无线电静默，不要接收任何来自地面的通讯。那就这么定了。行动代号：死神天降。GNU-12型五管25毫米转膛机炮完毕，博福斯40毫米自动炮完毕， M102型105毫米榴弹炮统统完毕。上尉，检查完毕，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后面通知我就行。好的，辛苦了。上尉，我们这边也准备好的，明天上午按计划行动，上头已经通知外面了。说是进行空中实弹演习，记住低调行事。虽然我们不需要去欧洲了，但如果实验区的事泄露出去，你们一个都逃不掉。战争是证据的延续。给狗扔一块肉，它会立马叼走；给人一点权力，它会变得贪婪。Шестая армия Росс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ерешла в контрнаступление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Китая, входящая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боронный альянс, обеспечит поддержку этого контрнаступления большим количество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и ожидается, что она вернет себе...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made on March 1st by General Adrian, Commander-in-Chief of NATO's Eastern Front, the forces of the Strategic Defense Alliance have now launched a counteroffensive, and NATO forces have now moved to the defensive phase. On March 2nd, General Philipp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Fifth Republican Gulf, 半央华夏人民解放军最高总指挥张志军上将于昨日发表对北约联盟的最后。 All units dead from the sky. Repeat, dead from the sky. Ground 14. Please meet at runway 1. Repeat, please meet at runway 1. All units dead from the sky. Let's do this! Dead from the sky. Mitchell! Ground Arms! Lead out! Get it done. Meet at runway 1. Repeat, please meet at runway 1.塔台呼叫亚特兰大中队，塔台呼叫亚特兰大中队，收到，请回答。完毕。收到，这里是亚特兰大中队，塔台。亚特兰大中队，请立即移至1号跑道，做好起飞准备。完毕。亚特兰大中队收到，完毕。
Contact Denver radar 20 miles out. From the south, Houston 26.9er. From the north, Houston 19.3. VFR departures, contact last delivery on 125.3 before taxi. For radar service frequency, advise of transponder equipped. Get pilot control on next contact. IC-130U, runway 1. IC-130U, runway 1. 塔台，亚特兰大中队511号机已到达1号跑道，请求升空指令完毕。511号准许起飞，目标边境完毕。已到达边境，兄弟们，准备执行清扫作业。发现目标，开火！511号机0305次作业已执行，申请返航完毕。Михаил, что произошло? Почему такое большое движен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зомби проплывают над ним? Ничего, янки просто снова приходят. Может быть, зомби проплывают над ним. Иван, ты хочешь рассказать об этом капитану? Забудь об этом, в этом н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казал раньше капитан. Пока это не главное дело, не беспокойся. Он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занят в офисе. Я слышал громкий голос в офисе, когда только что проходил мимо, он, наверное, опять разозлился. Давай не будем его беспокоить. Ладно, кстати, как давно мы в этом месте, где птицы не гадят? Кажется, что прошел почти месяц, а античная само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аяся мощь Дельты составляет всего 2,5 месяца, а с графиком нашего плавания подсчитано, что он продлится всего месяц, и если мы не сможем выйти на связь с Москвой в этом месяце, то нам всем будет конец. Разве я не помнил, что капитан сказал, что связывается с Четвертым Рейхом и Портом Терра? Это не так быстро. Сначала общайтесь, встречайтесь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а потом посмотрите, смогут ли они накормить более 100 человек на нашем корабле. Не волнуйтесь, ты иди и отдохни первым, а я возьму на себя заботу.
说实话，你胆子挺小的，要不是前往德曼堡垒的路你比较熟，我真后悔带你一起出来。抱歉，自从丧尸危机爆发后，不管我逃到哪里，只要听见这种声音，一段时间过后，周围就都是一片死尸了。听起来很像是以撒政府能干出来的事，以减少丧尸数量为由，趁机进行虚弱打击。只能说他们如意算盘打得确实响。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幸运还是倒霉，每次都在那人间炼狱中活了下来。有次看到一双血淋淋的手伸向我求救，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好了，只是一次空袭而已，这次炮弹可没有落你旁边。再说了，你每次都死里逃生，说不定你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老天爷不想让你死呢。抱歉，我实在是有些心有余悸。林元哥，能给我些水吗？我需要冷静一下。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枪。慢点喝。对了，刚刚你在钢铁厂门前的帐篷营地有搜到什么东西吗？只有一些罐装食品，但是饮用水却很少，奇了怪了。没事，总比没有好。休息一下就继续出发吧。走吧，水也被你喝得差不多了。不管是为了完成任务，还是补充水源，都不能待在这。好的，让我想想。这地方我有点印象，我没记错的话，往南7、8公里就是河泉村，是距离码头镇最近的一座村庄，就是不知道那里情况怎么样。行，暂时就先在那落脚吧。太好了，看来河水还没有被污染。喂，你干嘛？现在可是丧尸危机期间，你确定河里没有尸毒？就算没被尸毒感染，这几天的轰炸，你我也有目共睹，河里肯定有重金属残留，你直接喝下去不想活了吗？这河我再熟悉不过了，是贯穿整个河泉村的清泉河，以纯净无比的水质和极强的净化能力闻名于此。顺着这条河走下去，就能到河泉村，说不定到了，那也可以打听到关于码头镇的消息。不对，既然这河真有小雨所说的那么神奇，为什么没有人在此划分势力范围？即便没有这样做，在危机当下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也应该会被大规模利用。为什么这周围这么安静？看来只有到了那才会知道一切。行，把水壶装满就上路吧。好的，好的。停，有情况。怎么了？有一只落单的丧尸，看到没？现在怎么办？还要绕过去吗？不用，就一只而已。我练练手，
你顺便也看看怎么击杀丧尸。在用热武器清理的时候，枪声都会将丧尸吸引过来。拿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开枪。你不用吗？用冷兵器就行了，我可不想使用这开饭令。你没有消音器吗？你问题怎么这么多？你都知道了，是消音不是静音了。那玩意只能抑制住一部分声音，而且精准度还会有所降低。你游戏打多了吧？别老是用游戏思维和现实相联系。行了，你注意警戒，我去就会。那个，就怎么？我能向您咨询一下刚刚杀丧尸的问题吗？这个可以，本来就是让你学习经验的，说说看，什么问题？为什么刚刚你击杀丧尸的时候不直接使用刀具，而是选用刀具和钝器相结合呀？你小时候打过架没？这和我问的问题有什么关联吗？你先回答我。没有，我可是5星好市民，不干这种事的。那没事了，我这里和你解释一下，人的头盖骨非常坚固，比身体其他部位的骨头都要硬得多。经常打群架的人都知道，用搬砖砸中人的胳膊，对方的臂骨很可能就断了，但朝脑袋上打，基本上只能让对方流一点血，造成一些轻微脑震荡的。使用钝器先击打丧尸的头部，能够对他造成暂时性晕眩，然后乘机用力气刺进他的太阳穴，将其击杀，就像反坦克穿甲弹一样。原来如此，学到了。这还是莱登告诉我的。行了，把枪给我，我们该上路了。我们到了，就在前面。小心，别跑太快。Captain, the survivor was found, and it looks like he was coming from the southern region. That should be River Springfield. Keep a close watch on them. Once they enter our jurisdiction, capture them alive and see if we can get some intelligence about the central region out of them. Be careful not to alert them. I'll inform Jonathan and the others to set up an ambush right there. Just stay at your sniper position. Don't fire unless I give the order. All right, Captain. 我这边一个人都找不到，你那边呢？我也是，整个村子空荡荡的。希望还是落空了，看来有关码头镇的消息应该是打听不到了。奇怪，这里为什么没有一点被破坏的痕迹，连一点血渍和尸体都没有？除了没人居住，感觉一切都好像是在末日前一样。那是因为这里已经被国防军接管了。是谁？放下武器，别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我是谁你们不用管，你们已经踏足了国防军管辖的地方。根据我们的规矩，一切外来人员必须接受调查，交出身上的武器，不要做多余的动作，不然子弹可不长眼。国防军管辖地，难道说他们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张至此了吗？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利用清泉河这么好的自然资源？至少手里还有一张底牌，希望能从他这里打听一些关于码头镇和德曼堡垒的消息了吧。长官您好，我们是从旧钢铁厂来的，是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妈的你小子，屁话怎么这么多？老子管你从哪儿来的，现在跟我走，你们还能少一点皮肉之苦。
这位长官，我们确实没有说谎，我们确实是从钢铁厂来的。军官证，谁的？扔过来我看看。你小子，没想到你居然认识斯温那家伙，还真是从钢铁厂过来的。执行特殊任务只派你们俩过来，钢铁厂居然这么落魄了吗？实在惭愧，这位大哥，请问您能告诉我您是谁吗？国防军第52局游骑兵中队侦察排长埃里克·库珀少尉。小子，你叫我秃鹰就好。排长您好。说吧，你们要执行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实不相瞒，如今钢铁厂已经陷入物资短缺的窘境，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看能不能寻求到之前是合作关系的德曼堡垒的援助。这样，之前那家伙也给我打了招呼，但我也联系不上德曼堡垒。既然你们手头上有他的军官证明，那你们怎么说也是咱们国防军的一份子。看在他的份上，我还是愿意给你们一些帮助的。你们两个跟我进村吧。走吧，别害怕。走吧，这里是一处仿制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战指挥室，现在已经被我们用来当领事中心和娱乐室了。这房间的主人应该是个军迷吧，这么舍得还原。小子，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等过了这村，我就保护不了你们的安全了。对了，秃鹰排长，我听我身边这位姑娘说，这清泉河的水质没有被污染，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和平年代这里可是著名的打卡圣地呢。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不大规模利用呢？谁都想大规模利用，但是谁做了就是找死。怎么说？丧尸危机之后，水源成了短缺资源之一，因此清泉河无人不觊觎。虽然这里名义上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但我们与各方势力早已缔结了合约，平等使用这一资源。谁若违反，就会遭到各方势力的联合绞杀。所以，我们对这条河的利用有着心没着胆。话说，你们经过的时候是不是也装了几瓶？抱歉，这位队长，我们的水已经喝完了，实在没有办法才。不用紧张，看在斯温的份上，我可以不跟你们计较。但是若有下次被其他人发现，我他妈保证耶稣都救不了你们。谢谢排长的宽宏大量。河泉村和其他村镇不同，除了没人居住，这里的一切我感觉都好像在末日前一样。这里难道也是各方势力的公共财产吗？没想到你也挺聪明的，难怪斯文会派你出来执行任务。没错，这里确实是各方势力共享范围，只不过这次轮到我来执行侦察任务。要是换做别人，你们现在估计已经是尸体了。话说这附近都有什么势力？他们的实力怎么样？加上我们，一共3个。你可以叫我们为立业集团，另外2个分别是凯迪拉克摩托帮搞奶粉的，还有德州兄弟会，一群牛仔老乡会罢了。至于你说实力，其实倒也不强，毕竟我们可是以撒军方，想要灭掉这群纳税人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但我们也没必要闹到全面开战的地步。目前这情况，能少一个敌人就少一个比较好。那这里的村民呢？好奇，你们跟我来就知道了。难道这里的村民全被抓起来在进行采水工作吗？猜对了一半，危机当下实力才是王道，不用同情他们，他们能活着为各方势力服务是他们的荣幸。开饭了。勇敢一点好吗？危机当下，这些事情都再正常不过了。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小妞，心里内疚过不去是吧？我说一句话，你听后就不会同情这群人了。队长，怎么说？他们是种叶子的。什么？难道说？没错，就是毒贩子。
不然你以为我们绿叶集团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这里居然是一个制毒窝点。他们靠着这些高额的违禁产品，不知道毁灭了多少纳税人的家庭。这群畜生早就得下地狱了。要不是现在人力资源缺乏，你以为我们愿意留着这群畜生？这家伙，秃鹰排长，有件事能不能麻烦你一下？但说无妨，只要是我能办到的就行。这小姑娘胆量太小，你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能给她壮壮胆？我懂了，你小子是想锻炼锻炼她是吧？这个好说，就在前面我们关押了一些丧尸用来给我们观察和做实验，我倒是可以来一只给她壮壮的。不，我不要去。你胆子这么小，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无法忍受了。带着你只会拖累我，反正也快到码头镇了。德曼堡垒我打听一下也能自己去，你要是拒绝，我就把你丢在这。你别丢下我，我去还不行吗？拿着，队长，可以开始了。你敢后退，我就开枪，让你真正意义上的留在这里。不管了，拼了！多么纯爱的一幕，小伙子，等他醒了，你们就前往码头镇吧。队长，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我懂。不过我看了一下，你小子貌似和我也差不多大吧？行了，先不说了，你带他先休息休息吧。都准备好了吗？我的元首，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帝国居民们现在都在等待您的发言。消灭以撒暴政！第四帝国万岁！第四帝国的子民们，今天我们汇聚于此，是为了宣扬我们的正义。我们的以撒政府自丧尸爆发以来，就抛弃了我们边境的子民们。哪怕是和平时期以来，华尔顿那群老家伙们也一直在贬低我们。他们强迫我们迁移至这人迹罕至的行政州，限制我们子女的教育，以及你们的丈夫、妻子以及亲朋好友的工作选择，甚至还将我们的孩子推向东欧的地狱战场。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你们是全以撒最优秀的种族，和对面昂萨的废物和外面的杂种不一样。危机当前，我们要为自己而活。我们将会沉重地打击赤色联合阵线，以及消灭外面那群掌控生产资料的寄生虫，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畜生们，给我安静点！不，
不要，我一定好好踩水，绝对不会偷懒了。求求你们不要罚我喂丧尸。各方势力已经给了我们通知，对于这种偷懒的、不听话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丧尸活活啃死。幸好出发前就已经做足了准备，如果没有斯文给的军官证，被丧尸砍死的估计就是我和他了。队长，因为任务紧急，我得尽快去寻找德曼堡垒的下落了。哦，你不等他醒过来，现在外面丧尸可不少，你背着他，他不是没走几步就会被丧尸吃掉。不劳烦秃鹰队长费心了，我好歹也是有武器的。再说了，我也不会傻到去接近有丧尸的地方。好吧，路上注意安全就行。对了，看在斯文那家伙的份上，我就多给你们几瓶水吧。那就谢谢秃鹰队长了。对了，我还没问，请问您跟斯文是什么关系？几年前帝国坟场战役，我刚刚从军校毕业，跟他以前可是从一个战壕里杀出去的战友。只不过丧尸危机之后，我们也隶属于不同的阵营了。不过看在往日的交情，我也没跟他撕破脸。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队长，那我们就先告辞了。队长，处理完毕。好的，辛苦了，下去休息吧。队长，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不把我们已经消灭了摩托帮和牛仔会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而且我们之所以不开发清泉河的原因，不是因为人手不足无法大规模开发吗？乔纳斯，你就当我想单纯的给他们留一个好印象吧。我们虽然剿灭了这两大势力，但我们还不太清楚他们背后有没有什么大势力。现在帝国还在扩展时期，不能因为这些事失去幸存者的民心，不然到时候谁还愿意纳入帝国版图？行了，就说这么多了，把原来的笔账全给撕下来吧。消灭以撒暴政，第四帝国万岁！不要吃我！不要吃我！林元哥，这是哪？我们刚才不是在河泉村吗？秃鹰那家伙恐怕不是个善茬，为了安全起见，我就带着你提前出来了。怎么样，丧尸也不是那么恐怖吧？只要爆了他们的头，他们就一动不动了。话虽如此，但那些吃人的怪物确实是很恐怖。不过我确实没有那么怕他们了。行，希望你接下来不要再胆小如鼠了。哥，你这衣服，你是方舟天使的人？没错，相处也有一段时间了，有的时候还是得让你知道一些比较好。你们是无国界私人军事承包商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貌似还经常在国家战争和局部冲突中出现过。等等，我记得加入的条件，难道你是无邦者？也许是我想错了，当我没说过吧。街道上的丧尸居然比野外的还要少。看来这里的感染不是特别严重，属于轻度感染区。出发吧。
怎么回事？你居然被这东西给化了！你他妈，我真的服了你了！你是真的不带一点脑子吗？抱歉，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妈的，真是个惹祸精！妈的，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决定之一，就是把你一起带出来。现在可好了，如果你不进行消毒，伤口很快就会发烂，到时候你的命都会不保。那你为什么还要保护我？当时你不是说，如果遇到危险，你会毫不留情地把我丢下吗？行，你现在给我画张地图，我立马就走。确实止住了，但是如果没有药，他的腿迟早会废掉。哥，等等，外面好像有人。该死的，水没找到一瓶，他妈的，现在还被这群畜生包围了。现在正是逃跑的好时机，我们快走。我操，那边那位兄弟，求求高抬贵手，救我一马！真的是好兄弟啊，这么点畜生，那我可不怕了。对不起，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要是丧尸再追过来，我们可就都完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自己跑吧，别带上我了。我还真是个乌鸦嘴。M51911，这不是我的枪，这小妮子从哪拿来的？小姑娘，放轻松，我不是丧尸。谢谢二位帮我引开丧尸，为表歉意，我带二位去我避难所去休息一下吧。谢谢这位兄弟，只不过这位姑娘脚有伤，我也没体力了，你能帮我背一下吗？好的，走吧。这位兄弟，你能走吗？走还是可以的。这些都是你清理的？是的，我看到你们进到这家工厂库房后，这群畜生就追上来了，于是就偷袭，把他们给干掉了。
现在消防员的身体素质这么强，就那消防服，以前我在单位的时候甩阴极棍都没有他这么强的持久力，更何况他清理掉丧尸后还能再背着雨。兄弟，谢谢你了，就是这小妮子差点送你去见耶稣啊。没事了，你们不也帮我引开丧尸了吗？咱们也是扯平了。这样吧，兄弟，我给你指明方向，你就在我们前面警戒吧。没问题。走吧，先上去，上面有休息的地方。多亏了你那一觉，不然我们俩可差点就活不下去。抱歉，天色不早了，二位就先在我这里住下吧，就算是替二位赔罪了。不好，这样下去，他的腿迟早会废掉的。是被生锈的金属刮了吗？你们等等，我这里刚好有抗生素。谢谢了，多亏了你的药，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没事，应该的。对了，你是哪位？为什么会被丧尸包围？我叫里昂·克林顿，前以撒国防军士兵，现码头镇消防员。丧尸危机爆发时，我跟随队伍出去执行任务，但路上遇到大批丧尸，全队都牺牲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之后我回到码头镇，发现这里也遭到了洗礼，曾经繁华的港口小镇一瞬间变成了废城，我无地可去。于是就在这里收集物资，打造避难所了。你们呢？又是来自哪里？我们来自旧钢铁厂，是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因为任务紧急，明天一早我们就走。原来如此，那时候不早了，先休息吧。林元哥，你还不睡吗？你真是个笨丫头，现在可是危机时期，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点警惕性，你就不怕他对我们做些什么吗？那我们还睡吗？你先睡吧，我先守夜。现在发现钢铁厂简直就像是家一样，唉。是不是谁都像思维一样好说话的？和外面相比，他们处决发热人员的行为也是为了大家好。
懒鬼，起床啊！日讯：多国关于深空科技的反垄断调查再次启动。12月31日讯：为维护公民福祉，我国政府决定加大对教育科技的投入，结果目标高。你们确定现在就离开吗？谢谢你的款待了，事不宜迟，我们也得走了。后脑壳跟单动。话说，你这电视怎么还能打开？地下室有一台柴油发电机，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放心吧，隔音效果很好，你们在外面的时候也没听到什么噪音吧？我寻思偶尔开2下，用来看点诡异片消遣消遣。这样子。那啥，出口在楼下，你们懂的，我就不送了。好的，谢谢你了，里昂兄弟。有缘再见，我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该往哪走？这变化太大了，我实在认不出来这是哪了。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真没开玩笑，这根本不是我印象中的码头镇了，一片狼藉，我根本找不到我记忆中的标志性建筑。早知道这样，之前有那么多机会，我真的就该把你丢下。怎么了？二位别急，你们是想出城还是去什么地方？没错，我们是想出城，你认路吗？那当然，这里可是我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就算现在被毁成这样，带你们出城还是绰绰有余的。谢谢这位大哥。先上来坐吧，我们商量一下。话说，你刚刚怎么下去了？刚刚和你们聊的时候，提到了那个柴油发电机，我寻思就下去检查检查，结果刚下到1楼就听见你们在争吵。那个，你是叫娘是吧？我叫林远。我叫林霄云。你们居然是华夏人啊，也算认祖归宗了我是华裔，据说是19世纪60年代从华夏闽系移民过来的，好像是当时以撒南北战争之后的西进运动，记不清了。你们是哪个系的？华夏贵系人，今年22岁。我就不方便说了。没事，我也不多问，知道名字就行了。我这边有2个计划，一是我们徒步行军走到城郊，不过这样耗的时间会比较久，再遇见小型尸潮的话，我们会很被动。二是我们去寻找交通载具，虽然引擎声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来丧尸，不过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而且随着危机时间的延长，如果外界的救援迟迟未到，那我就得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收集物资。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个方法的，对你我而言皆是双赢。你们怎么看？听你的吧，兄弟，毕竟眼下这个情况，我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更何况这小妮子腿还受伤了。可以，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早点出发，不然天黑了就不好了。Exercise team, this is the Groundwork Command Center. Please report that you are in real-time location. Complete.
The Ground and Air Center, the exercise team received. We have reached the coast mountain area at this moment. Complete. The exercise team,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The air raid formation is now only about 1 hour away from the border, and your exercise mission has ended, and you can return at any time. Complete. The exercise team received it and is expected to return to the ship in 1 minute. Complete. 所以说，你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然后因为家里面的原因，所以选择退役了。是的，我18岁就参军了，没考上大学，当了12年兵，一直干到参谋军事就退役回来了。可惜了，我还想混个准备当的呢。哎，原来是个马不过我也是幸运的，我得到了老连长的帮助，退役后给我分配到了老家的消防站，还是带编制的那种，比之前我认识的有一个参加过海湾战争的老兵好多了。据说他现在已经成流浪汉了。那你在这里就没有其他认识的人了吗？这么说吧，我的家人在危机爆发前刚好不在边境区，这是我感到十分庆幸的事情之一。然后就是我连长退役后飞马凡是警局混去了，我也不清楚他现在怎么样了，所以我在目前镇上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挺轻松的，没有什么压力。我勒个去，这群畜生怎么又聚集在这里了？怎么？林老兄，看到了吗？之前空袭的时候，这一片区域的丧尸明明已经被引开了，我还想着后面来这一片区搜点东西的，怎么才过了一阵子，就又来了一批？也对，你们应该是第一次出来吧？看到没？远处那个胖子，我们称之为突变体，体态臃肿，步伐缓慢。之前我们击杀过一只，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了吗？他的肚子里突然钻出来一个东西，有点像蜘蛛，反正就是有很多条腿的一个东西，速度还快，还好当时我们有个人眼疾手快，一斧子下去劈死了。还有那个护士，我们推测他应该也是突变体。护士指的是一些灵敏性和移速比较快的丧尸，这一类丧尸基本上以女性为主。不过就目前看来，我们遇到的这一类丧尸貌似都穿着护士服，不过他们的防御也是比较脆弱的，注意就行，但最好别惹上。如果你很相信你体力的话，当我没说。所以说我们得绕路吗？不需要，只是有点棘手而已，看我的吧。完蛋了！It has reached the border in the town of Wharf, over the Avenue de la Chancellor, ready to drop bombs. 快跑！ Ready to drop bombs. Ready to drop bombs.
里面有人吗？哦，怎么这么多把钥匙？哈兰索王，你好了没？什么哈兰索王？我都快不能哈气了。打开了，快进来。好险，我们差一点就被发现了。这家伙要是也不被注意下，我真的是服了。哎，老妹，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哈兰索王是消失的光芒吧？没想到你也玩过。我当时只是想调节一下气氛而已，说话不过脑子是我不好，对不起。算了，没事了，我们都还活着，下次注意就行。怎么又来空袭了？那群丧尸又暴动了。我刚刚好像听到下面有什么声音，我去看看。伊可，你在楼上等我，别下来。嗯。